各位同学，我是地塞哥。环岛行程来到了倒数第5天，我还是不争气的在早餐买了丹丹汉堡来吃。丹丹汉堡的好处就是可以在早餐吃到午餐。买完丹丹汉堡之后，我又继续往西走，来到了博尔特区。为什么要来博尔呢？因为要感受一下年轻的气息，看看年轻人都在骑什么车。这里其实大家都坐捷运来。然后我继续北上的行程，我又来到一个以前我想去但是都不敢去的地方——民雄鬼屋。为什么要来民雄鬼屋呢？因为我想尿尿，所以我就来这边看一看。听说这里的厕所还蛮刺激的。民雄鬼屋给我的感觉就是人不可以随便乱讲话，车不可以随便慢买。这个时候油表已经出现了死亡转速，里程数才来到946公里。我想要在1000公里做一个合理的统计，所以我这次只加了2公升。其实我在经过嘉义的时候，我还去了丹丹汉堡麻豆店，这间号称地球上最靠近北极的丹丹汉堡。然后我来到了员林的西东加油站，里程数总算到了1001公里，加了4.24公升的汽油。顺便统计一下，我们在1000公里的时候总共花了25.2公升的汽油，每公升算是9.71公里。第5天晚上，我决定去一个比较原始的地方露营，所以我们来到了台中市的中正露营区。这里是一个童军营地，占地非常大，所以也让进站有另外一种风貌的呈现。其实谁说只有 VWS 可以走进户外，进站也是可以去户外的，看你是什么心态而已。离开中正露营区之后，这次我不想要再走山线了，所以我先绕过去高美湿地，接着沿台61线的桥下往北骑，体验另外一种环岛的乐趣，盛嗨风。过程中，我经过了香山的定制网，去看人家放鱼，像是旅程中另外一种让自己舒压的方式。然后在竹北的时候，里程数来到了1185公里，我又加了1次油，这次加了这次旅程中最多的5.1公升。离开竹北之后，来到了永安渔港，当然要吃沙西米，不吃沙西米就不是一个阿萨里的男人。可是吃完沙西米，我还是觉得肚子饿，所以我又来到了莺歌车站的阿婆寿司，还有3家车站的熏鸡翅，树林的姜母鸭店，安内德有够饱。晃来晃去，里程数总算到了1301公里。我又在树林的加油站加了最后1次油，这次加了3.365公升。这次1300公里的油耗测试下来，每公升跑出38.64公里的油耗。如果进站做出来的油耗能够比原厂还漂亮，那这台车肯定就不是进站的。